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2023年的12月份，你们会得到怎样的指引啊？12月份的话，整体的运势是怎样的？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12月份的话，我觉得抽到了一张星币女皇啊，可能你们会开始变得佛系吧，或者说对于某种生活已经逐渐的开始感觉到了厌倦，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倦怠感。所以我觉得12月份你们想要的就是生命当中少一点干扰。你们之前可能一直都在连轴转，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满，一直在被追赶着，在被裹挟着往前走，很挣扎，很煎熬，也很痛苦。所以说我觉得12月份它是一个逐渐说服自己的过程，让自己不再那么的拼命和内卷，整个人开始逐渐的变得舒展、松弛且从容。星币女皇就是说12月份你们的目标会开始变得简单。你们之前可能是有着某种完美主义的，想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同时推进不同的事情和项目，每天都在疲于奔命。但是12月份你们会只做好一件事情，你们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只把一件事情做好。12月份会做减法，聚焦到那个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一个月30天只做好一件事情。当你们的目标变得简单，你们的效率自然会提升，因为你们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和压力，自然而然的屏蔽掉周围的干扰和噪音。圣杯4的话呢，我觉得12月份对你们来说是非常多姿多彩的一个月吧，就是可能是之前的某种不断重复的枯燥的单调的生活，会重新注入新的能量，可能会去尝试着穿一些颜色鲜艳的衣服，会想要被看到、被关注，有一种改善自身形象的想法。自我装扮上面会开始变得大胆啊，开始收拾和打扮自己，一改往日的形象，有一点像是那种从朴实无华转为珠光宝气，整个人会变得非常有时尚感，能够让人一眼就记住你们，能够感受到你们身上的这种活力和能量，会变得和平常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啊。那么这张恶魔牌呢，12月份的话似乎是会有一个人召唤你们啊，你们会响应这种召唤，因为恶魔它代表的是自身的欲望、野心、想法，它会在12月份有一个施展自我的机会啊。这张牌我看到的是一种复苏，就是说欲望和想法重新开始奔腾，它会催化你们做出一些行动和改变。就是说12月份你们以为自己放下了一些事情，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种不甘心的感觉吧，可能会经由这种欲望把过去放弃的一件事情重新捡起来。12月份可能会亲手了结一些关于过去的遗憾，实现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和目标啊。而且恶魔牌它也是有一个审视自己的过程，审视你们内心的欲望，你们究竟想要什么，你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做的这件事情它适不适合你们，会对自己有一个重新定位。一旦当你们完成了这种定位的时候，你们的人生会开启一轮全新的增长周期啊。那么皇帝牌的话呢，我觉得似乎是有一种很权威的能量在压着你们，可能来自于原生家庭，来自于某个领导长辈，或者说有人在你们的身后无形当中操纵着你们的意志和想法。所以说可能是有人想要利用自身的这种权威和能量，让你们屈服于他们的意志。但是越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们就越是想要逃离啊，这种压迫其实是不利于你们成长的。但是这种压迫的力量可能也会成为你们成长当中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会有一种想要打破枷锁禁锢的强烈冲动啊。那么权杖10的话呢，12月份会开启一个新的伟大的征程，一个伟大的冒险会在12月份开启。
可能会在深夜做出离开某个地方的决定啊。12月份它是一个过渡啊，承上启下，并且伴随着某个决定会让你们离开某个地方啊。这张牌也象征的是告别过去的自己。12月份你们的人生会重新开始流动起来，会有移动，可能还会搬家、乔迁新居，生活开始发生改变，是因为你们想要逃离某个地方，来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发展自己。星币7啊，我觉得这张牌你们可能是在等待着什么，等待着什么事情开花结果的感觉啊。12月份有某种能量在孕育，可能当你们认为某件事情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在失去的废墟之上啊，会有新的生命在茁壮成长，结出果实。所以说呢，我觉得简单的理解这张牌的话呢，就是你们会意外的发现，原来在某件事情上面还会出现转机，还能够捞一把。捞一把的意思就是某件事情、某段关系还能够挽救，还有余地。那么这张牌的另一个暗示就是，有一些事情在你们的精心的呵护、培育和照料下，在12月份会有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它正在暗中发生着某种改变，可能你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能量的变化。宝剑女皇的话，带着刀的少女啊，你们现在可能是有一些心事吧，若有所思啊。12月份要去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你们就是会把自己的视野打开，不会让自己被困在那些过去的遗憾当中啊。不会在那些没有结果的人和事上面纠结，你们的能量会和广阔的天地有一个共振啊，就格局打开的感觉。虽然说有很多的遗憾，但是你们会带着这种遗憾，甚至是伤痕往前走，开启一个新的生活。这其实是一个感受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是我从这张牌，我的感受就是你们真正的成长了。这种成长就是能够坦然的面对过去啊，不再纠结。如果有一些事情再来一遍，其实你们能够意识到结局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啊。有的时候事与愿违，那也许是另有安排。再来一次的话，结局不会改变，但是你们的这种经历会带来成长。12月份的话，就是会放过自己吧，不会去再纠结那些没有结果的人和事，也不再折磨自己，摆脱了某种生命的牢笼。内心达到了一种真正的平静和从容啊，能够笑着讲述过去的那一段无比黑暗且孤独的旅程。圣杯3呢，就是你们不再是一座孤岛啊，会重新的变得活跃起来，可能会联系一些过去的老朋友，把酒言欢，追溯过往。12月份可能在你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日子里边，会有人陪伴在你们的身边，给你们力量和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啊。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Balance Spirituality and Practicality 啊，它是一种平衡。当某种行为重复的次数足够多的时候，它就会带来一种精神层面的升华。它是对于某件事情开始真正的领悟，就是你们在无意识的重复着某种行为，不断的听到某个概念的时候啊，12月份可能会有一种顿悟，重新的认识某件事情、某个概念，类似于量变到质变产生的一种开窍的顿悟的奇妙体验。而且呢，这张牌就是你们要让自己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不要只想不做，也不要只做不想。只有当思想和实践达到了一种平衡的时候，你们的人生才会出现某种质的飞跃和改变。第二张牌呢 Don't let your past hold your back 啊，停止回忆过去吧。而且可能会有过去的一些人来找你们，或者说死去的回忆开始攻击你们。但是你们很清楚的能够意识到，即使那个过去的人重新出现的话，你们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而他也不是过去的他了。就是当一切都已经发生的时候，你们能做的只有往前走啊，不要再停留在过去的回忆里边重蹈覆辙了。第三张牌是 Win-Win Outcome is Forecast 啊，有两股力量僵持不下的时候，10月份会达到一种大的和解啊。就是外部的某种僵持，它到了一个开始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两种力量彼此博弈和周旋啊，它代表的是外部的纷争、纠纷和争斗会达成一个协议，可能是双方各退一步，各自实现了自身的一些诉求，也做出了一些妥协，最终实现了某种双赢。
也就是说12月份的话，阻力会消失，或者说阻碍你们的力量会逐渐的瓦解，最终变成推着你们往前走的那股力量。可能说这个 win-win outcome 啊，它是一个内心当中的纠结和矛盾会有一个重构的过程，两种矛盾的自我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然后能够和谐共存，精神内耗会彻底的消失，不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也不再纠结于那些细节，然后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会有一个大的飞跃。而这张牌 New Start is coming 啊，12月份可能会体验到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人生的新的大门已经打开，你们看到了未来的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你们会为此而感到无比的兴奋。而那些你们一直好奇又有一些忐忑不安的未来，其实你们的心里能够隐约的感觉到，其实他们是明亮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第二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世界牌啊，世界牌我觉得12月份的话，你们整个人会变得明亮起来啊，会有一种因为找回了自我而重新爱上这个世界的感觉。它这个世界牌蕴含着一种能量的极致的反转，从极度的悲观到极度的乐观，从绝望当中走出来，驱散周身的阴霾啊。所以世界牌的话，我觉得12月份应该是有一个一直困扰你们的事情会得到彻底的解决，或者说某个大项目在12月份会收尾，因为世界牌它有一种很强烈的圆满和绽放的感觉。所以说12月份你们可能会迎来一个人生的高光时刻，会收获到很大的荣誉，或者说实现了内心当中的夙愿。而且世界牌可能会有出远门的能量，会去到一个你们一直想去的地方，实现内心当中的某种愿望。圣杯8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告别吧，可能是斩断过去的某种执念，踏上人生的新的旅程啊。圣杯8可能也是你们会看清楚一些事情的真相，从而不再抱有任何的期待和幻想，然后会把自己抽离出来啊。你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在你们经历的一些事情之后的话，你们整个人就像换了一种性格一样，悄悄地告别了从前的自己啊。这张牌也是有一种一意孤行的去执行一些计划和想法，开始变得为自己而活。大部分人的建议在你们看来都只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已，其实没有任何的参考意义。你们要做的就是跟随自己的感受去走自己的路。这张牌呢，其实就是带着很坚定的信念去到一个开启人生的新的旅程。而且呢，这个决定是你们为自己而做的，不是你们想要去证明什么，你们是彻彻底底的为自己而活的感觉啊，摆脱精神层面的某种枷锁。宝剑7的话，我觉得是12月份给你们的一种提醒吧，有些事情的阻塞和卡顿，可能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也就意味着是12月份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朋友圈。有的人可能他和你们已经不在同一个频率和节奏上了，甚至你们的这种在某些事情上面的卡点是由某个特定的人导致的。所以说人际关系上面的话，可能对于一些人际关系要及时止损啊。这张牌也是告诉你们，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在一些事情上面保持低调是最安全的做法，不要让自己锋芒太露，这样必然不可持续。有些事情呢，可能要悄悄的去做啊，能够帮助你们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关注、干扰和阻力。太阳牌的话呢，12月份的天气会很好啊，会接收到很多的阳光，那些正面的鼓励和爱。这张牌给我一种活在阳光下的感觉啊，那些就是有一些谎言会在阳光当中被暴露，在阳光下被暴露，能够让你们看清楚一些人和事啊。你们也同样会活在坦荡、真诚和不羞愧当中，会把隐藏在暗处的东西拿到明面上来说，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做人。甚至可能你们会和一些人对峙，
让一些谎言和欺骗无处遁形。太阳牌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问心无愧吧，就是你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啊，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你们会给自己一个交代，你们在良心上是对得起自己的。而且太阳牌它有一个重新打开自己的过程吧，就是12月份你们能够看到谁才是真正爱你们的，这种真诚会得到回应。12月份的人际关系呢，你们不需要想太多，打直球就好了，想什么就说什么，不要藏着掖着。你们的这种真诚和明媚会得到回应啊，可能会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让你们整个人变得明朗且乐观起来啊。星币一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你们会找到某件事情的支点，或者说它有一种发现宝藏的感觉，就是发现了某种对你们有利的信息，或者说它是雪中送炭的资源。之前你们可能是有一点浮躁的状态，12月份它会因为星币一的话会有一个深度沉淀的过程，有一些事情它会量变产生质变，或者说在逐渐积累的过程当中，你们能够感受到自身的缓慢的进步，有些事情在暗中发生变化。星币本身就是一种很扎实的能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且呢，土象特质的牌，你们要把自己活得具体一点，其实把自己活得具体是特别珍贵的能力，去做具体的事情，爱具体的人，因为活得具体，它需要你们接受那些琐碎的现实，它需要你们不嫉妒，看清楚自己的内心啊。所以说12月份的话，星币它也是聚焦的感觉啊，把自己的关注点聚焦到那些能够让你们成长的事情上，聚焦到那些能够给你们带来正向积累的事情上面啊，你们能够开始意识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能会更加专注的去赚钱，做事业，提升自己，而不是把自己的期待、憧憬和幻想寄托在某个人身上，或者说寄托在那些海市蜃楼的幻象上面。它是一个逐渐看清自己、逐渐认清事情本质的过程啊。所以说12月份会让自己慢下来啊。之前可能就是因为太急于求成，一直都在赶路，让你们忽略到了很多的细节，错过了很多的风景。当你们开始让自己慢下来的时候，生活的本质和意义才能够慢慢的浮现出来。星币10的话呢，会有一些家族的能量吧，可能会你们会要么就是12月份可能会找到身边的人，建立一些合作啊，一起去做事，或者说你们会感受到来自于家人对你们事业的支持，你们的身后的这种靠山来自于原生家庭的爱，会从家庭当中汲取到某种能量，尤其是在你们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能够继续有力量往前走。12月份可能还会参加一些很重要的来自于家庭的聚会和活动，和家人团聚在一起。星币10的话，我觉得你们可能在12月份还会有一种想要组建一个小家庭的想法，会开始思考家庭的意义，整个人开始褪去那种曾经的志气，想要承担一些责任，开始把家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面啊，因为你们明白，唯有家庭与爱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啊。可能会想要安定下来啊，想要感受那种安稳运转的日常的珍贵啊，整个人想在一个地方扎根长久的发展下去，会变成一种长期主义。Ace of Swords 宝剑一的话呢，可能是这张牌它是有一些很疯狂的想法会在12月份突然的涌现啊，会利用自己的思维、灵活变通的头脑和智慧，找到做一件事情的捷径和窍门的感觉。圣杯一的话呢，我觉得它是一种情绪的流动吧，情绪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本身没有好坏对错之分，每一种情绪都有其正面的意义和价值啊。你们会更加客观的看待自己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啊，不再排斥那些负面的情绪和能量，反而会更加接纳自己啊，会让自身的感受引导自己啊。你们之前可能经历了一个能量的低谷吧，就是会有一点麻木，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好像灵魂被抽干。这张牌就是12月份你们会重新恢复对于这个世界的热爱，或者说重新找到某种能够带来积极情绪和价值的这种感受的事情。圣杯它是有一点放下了某种功利主义，享受过程的这样的一个
一张牌啊，就是很多事情，我觉得也是放下自己的完美主义吧，就是宇宙给你们的这种课题和试炼，其实并不是把它做到有多完美，而是只要你们把它做完，你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收获。所以说，你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完美主义，导致哪怕因为害怕自己的不完美而根本不会开始一件事情，这会让你们错过很多啊。把人生当成是一场体验和一个游戏，美好的风景不仅仅在终点，它也存在于沿途当中。有的时候，热爱不需要达成任何目的，热爱本身就是目的啊。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Adjustments are required， 可能说12月份会在自身的基础之上做一些调整和变化，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这种风格，对外展示出来的人设啊，或者说你们的这种自身想要给外界传递的这种信号可能会发生某种改变啊。你们底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发生着某种微妙的改变，可能你们还没察觉到。所以说这张牌的 energy is gaining momentum 啊，暗示着你们内心当中的某种念头和想法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它代表的是某种能量在积蓄，就好像是种子在破土发芽之前，你们是看不到它的成长的。即使有一些事情在停滞的状态啊，也是在暗中积蓄着某种力量。12月份会有这样的一个爆发和释放的过程啊。这张牌呢，可能说你们在习惯性的低估自己吧，甚至你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优秀，或者说你们都没有意识到你们身上所具备的这种能力、天赋和特质，其实已经能够让你们游刃有余的完成一些难度极高的挑战了。第3张牌 A Time for Healing 啊，一种疗愈会在12月份发生啊，这种疗愈它不在一个虚妄的概念里，而存在于当下真实的空间里边。在你们手边的一杯水，在你们每一次认真的呼吸，真诚的交流里啊，是对当下每一个时刻的觉知与选择、表达与创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生命就好像是一朵不断盛开的花，不断的盛开，不断的绽放，不断的释放和表达自己。所以说，你们所追寻的那种爱，最终会让你们变成爱本身。而在你们生命的旅程里，处处静静皆是爱意。这就是你们最终会达到的一种形态。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我觉得第3组牌的话，扑面而来的能量非常的强势，有一种势在必得的感觉吧，在12月份。或者说即使在某种对抗和竞争当中，你们处于下风，但是也能够逆势翻盘的感觉啊。那这组牌有一种能量给你们托底，所以说得到的结果绝不会差。12月份是高歌猛进的一个月啊。这组牌的话，我觉得你们反而不要把太多的时间都花在准备上面啊，想到什么就赶紧去做，所想即所得。你们不是长出翅膀才去飞翔的，而是跳下去的过程当中，你们才能够长出翅膀。所以说12月份你们的成长可能比想象当中来得更猛烈啊，它有一种一路碾压过去的感觉啊，什么东西挡在你们面前似乎并不重要。权杖8就是你们会在一个团队合作当中大放异彩，独当一面，有一种众人拾柴火焰高，上下同心同欲的感觉啊。可能会在众人的加持之下，完成很瞩目的事业上的成就啊。而且呢，星币9呢，你们在12月份是有一种不差钱的感觉，或者说有很多的物质很富足。12月份会买很多的东西，会有很多的快递邮寄到你们这里，它是一种很充沛的物质能量的显化。你们不差钱，但是可能也不会刻意的去存钱啊，你们可能会把钱转化成为一些其他的资源，从而为你们所用。魔术师的话呢，这张牌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似乎正在完成某种布局，下一盘大棋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宏大的计划呼之欲出。12月份可能在确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说给你们2024年定下一个基调。魔术师的格局是很大的，可能在为了某个更大的项目做着某种铺垫和准备，有着一种
可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蕴含着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啊。可能是在别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提前看到了事情发展的趋势和终局。你们的认知层面上至少领先于身边的人1到2个身位左右啊。圣杯9呢，我觉得这张牌它涉及到某种资源的调度啊，可能你们会调度身边能够调度的所有的资源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有一点像是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感觉。圣杯9是一种很活跃的能量，可能只需要轻轻的一推，你们内在积蓄的某种力量就会绽放啊，甚至是炸裂式的突破啊，显化财富的能力会很强。如果你们想赚钱的话，这对你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难事，而且呢，圣杯9的话，它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吧，就是你们能够说服一些人，利用自己的能量场影响别人的观点。甚至可能还会有追随你们的人，可能会利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和思想去说服一些人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就这组牌你们是注定不平庸的。而12月份的话，可能在性格上面或者说在风险偏好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你们之前可能会有一点佛系吧，我觉得这种佛系是因为你们的能力很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很快的掌握要领，所以说可能你们会觉得有一点无趣。但是12月份你们整个人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我觉得极大概率是某件事情会把你们内在的某种能量给激活，让你们看到了未来的一种可能的方向，它昭示着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就是说你们会带着很强烈的信念感去做一件事情，而且呢是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结果和趋势的时候，你们就率先觉察到了未来发展的大方向，会借助这种趋势来弯道超车啊。这组牌你们有着非常强悍的大局观啊，能够一眼看到事物的发展规律，并且为你们所用。所以说这个权杖3呢，我觉得可能说你们12月份会全身心的投入到一件事情里边，并且积极的运作，调动你们的人脉和资源。12月份的能量会很活跃啊，它包含着一种社交能量，一种表达的能量，就是说你们会有很强的说服能力、谈判的能力，会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让一些人来帮你们做事情，还有就是调度资源的能力。你们会把这种僵化的资源通过你们自己的方式重新整合，你们会发现周围一切死气沉沉的东西在你们的运作之下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而且呢会不计代价的去调度资源来达成你们的目的啊。权杖6的话，它是一种主观能动性啊，就是主动的出击，主动的社交，主动的让自己被看到，主动的拥抱一个舞台，主动的展示自己。它是一种彻底的完全的释放自己能量的这种感觉，会毫无保留的完整的表达自己。整个人呢，这张牌是非常舒展的。圣杯女皇呢，12月份你们是有一种平息纷争的能力的，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感觉，会依靠自身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和人格魅力去解决一些纠纷。非常的灵动啊，也非常的有灵性，就是学东西会很快，遇到问题总是能够另辟蹊径，找到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通常来说代价是最低的。能够通过沟通，就是你们会发现12月份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能够通过沟通来解决。你们整个人从这张牌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柔和且松弛，内心是强大的，会有很强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能够很流畅的说出自己的想法，敏锐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啊。权杖5的话呢，会有一些可能说会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出现吧。结合这张牌的话，可能12月份你们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或者说通过一些人认识另外的一些人，打破一个社交的圈层。而且呢，会可能在一些事情上面需要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协作才能够推进项目啊，需要很强的管理能力和沟通能力，还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啊，人际的协调能力啊，你们都可以游刃有余的处理好。
所以说这张牌我的感觉就是12月份你们的这种调度能力啊，调度手上的人脉和资源，去实现和达到目的，这样的一种趋势非常的强烈。当然呢，权杖五的话，它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人际关系层面的内耗。因为这个人际关系一旦变得复杂起来之后，它就会产生很多的内耗。当然，权杖五的话，你们可能会在一个竞争性的考试选拔当中脱颖而出，因为你们很擅长总结和摸清楚比赛的规则，会找到一个捷径和窍门，就是最先达到终点啊。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 solution 啊，这张牌暗示着12月份的话，之前堆积的一些问题，可能在12月份会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啊。12月份它其实是一个清理的月份，就是把之前堆积的问题遗留的东西，在12月份会一口气的清空，你们不会把它留到第2年的。Athena 啊，雅典娜的话呢，我觉得12月份在心态上面会有一种竞争意识吧。不要怕麻烦啊，可能你们一直以来都低估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啊。通往胜利的关键可能最终还是来源于你们的心态啊。这种心态它其实我感觉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或者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是你们一路以来遇到的那些挫折和阻碍，其实你们最终都把它们跨越过去了。它是越到了关键的时刻啊，这个雅典娜战争之神，还有一个是 competitiveness 啊，就是越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你们越能够超常发挥啊。12月份可能说有很多事情都是踩着点儿，在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甚至是最后1个小时，有惊无险的顺利的通过，提交了某种材料啊。就是说它是会有一个比较就是说你们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忙碌的工作啊运转当中啊，去有条不紊的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好的这么一种能力啊，会有惊无险的顺利的通过命运给你们的考验和试炼。competitiveness 呢，它是一种竞争意识吧，有一种抢占高地、抢占先机、获得先发优势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就当别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你们就要有这种竞争的心态了。而且呢，这张牌意味的是有一些事情在12月份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就是说很多事情它的推进比你们想象的要更快。12月份你们可能会突然的意识到自己在某个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一旦你们发现自身的优势，就会把这种优势利用到极致，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我觉得12月份你们可能会找到一个新的发力点，利用某种杠杆去撬动更多的资源啊。12月份它也是有一点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这种感觉，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还能够找到发力点，然后逆势翻盘。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